您多担待，进去吧，一炷香的时间。夏雪，谢谢。他们有没有对你动私刑？你受伤了没有？让我看看。放心好了，我在这里很安全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不跟我商量，还用计把我赶走。都是我不好，不要哭了，是我不好。你只顾你自己。我们不是说好了生死与共、同甘共苦的吗？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瞒着你。不哭了。你知道吗？刚才我跟这边的狱卒一起玩骰子呢，我赢了很多酒肉，在这里边过得特别好。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乱成什么样了。还有，你都不知道西门庆和彭姐姐他们都快被你急死了。季大哥，他也为了你的事情，一直暗中帮忙，多次向皇上冒死谏言。这么看来，你倒是在这狱中过得悠闲自在。你去找了纪刚？他带着我进宫去找郡主，郡主还去找皇后娘娘求情。这段时间还是多跟西门兄和彭姑娘待在一起，知道吗？要不，我想想办法，让西门庆和彭姐姐带着你从这儿逃出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不行，我要是就这么逃出去，那么双鱼岛走私和通倭的罪名就会坐实，就没有人替他们洗脱冤屈，那徐大哥他们就死定了。夏雪，你就不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不要说救人，你都自身难保。我在皇后的寝宫里，亲眼看到皇上盛怒，我不愿意，也不敢拿你的性命来做赌注，你知道吗？谢谢，我真的不能做这么自私的事情。如果我这么做的话，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定会绝处逢生，化险为夷。我怎么就摊上一个像你这么不省心的夫君呢？让我帮帮你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要好好保护自己。要是你少了半根毫毛，我一定要让你好看。好好的等我回来。我走了。兄弟，干！帮我捎个话，咱们的酒肉钱就这么一笔勾销了？成，干！你说。跟你说，下旬让我传达给殿下的，就是这些。西门大人，你且放心的去搜索证据，我会派人提前照应你。而且对于此事，你们不用过于担忧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救出夏旬。谢殿下。怎么样？想清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因为我们家跟辅国公关系匪浅，我才亲自带船运货，可想不到竟然被你们私扣起来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么说，你是第一次带船运货到双鱼岛了？没错，以前我们的船一直太平，可想不到我这第一次带船运货就遇到这种事儿。不是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呀？那辅国公大人你不曾见过？没见过呀。但是呢，辅国公曾屡次派人与我吕家攀亲，这我爹亲口说的，我岂能不知？胡言乱语！仅凭你片面之词就能断定你和辅国公相交？
我没有骗你。你没有任何证据和信物证明你和辅国公的关系。我爹亲口跟我说的。或许你爹说的没错，辅国公曾主动与你吕家攀交，不过不是为了运货，而是为寻人之托。这就是托你们要找的人。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。再说了，我爹也没跟我。你说与辅国公相识，却拿不出半点证据，欺上瞒下，不知有何居心。现如今我给你指条明路，你若想活着出去，最好一字不漏地把我刚刚所说的给记住，再把画中人铭记于心，否则我保证你活不过今晚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害你。你这样说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请记住我说的话。你是受夏洵所托，到吕宋去寻找一个来自中土的人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启禀皇上，双鱼岛主犯已经全数押解进京。传朕口谕，辅国公一案，命五军都督府、刑部尚书、督察院院士3堂会审，定要给朕一个交代。臣遵旨。你们怎么还没找到啊？再去找找，一定要找到证明夏洵他无罪的证据啊！走。是。姐姐，你就帮我跟姐夫求求情好吗？姐姐，我的好姐姐。我是你姐姐，更是大明的皇后。有些事啊，我可做，但是绝不能常做。姐姐，母后，儿臣拜见母后。高赤，今日怎么有空进宫来看母后啊？母后，其实儿臣有事相求。坐吧，坐啊。谢过母后。高赤，你莫不是这时还想救夏洵？你要是这么做的话，对你实为不利，殊为不智。你要是涉入过深，恐怕会受到牵累。母后言之有理，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夏洵曾无数次救我们全家于危难之中，对于父皇的千秋大业，他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。既然我们一家都受过他的救命之恩，法理不外乎就是人情，儿臣怎么能够袖手旁观、坐视不理呢？对呀对呀，姐姐，你就帮帮他吧。你这孩子，仁厚是好事，不过后宫不得干政，我不便对你父皇开口。你父皇虽不会责怪我，可是此例要是一破，贻害无穷。母后啊，其实儿臣是觉得此事内里必有隐情。母后不宜干涉朝政，儿臣也明白。但是父皇这么多年以来都是由母后陪伴左右，对于父皇的秉性，你也自然比旁人更为知晓。儿臣只是希望您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提上一嘴，就已足够。夏洵与我家有恩，本宫又怎会不记得？只不过私恩再重，也不能没有功法呀。也罢，你若是暗中相助的话，我全当不知情。我会找个适当的时机劝劝你父皇的。谢谢姐姐。谢过母后。
夫。下询，本官奉圣谕审理你。慢着！大殿下有何吩咐啊？夏大人，现在定罪了吗？大殿下，您说笑了。下官这不是正在审吗？此案还未审明，下询自然就未定罪。这么说，他还只是疑犯，是不是？是，只是疑犯，尚未定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各位大人，夏询现在依然是一等公爵，朝廷重臣，是不是应该赐个座呢？是。来呀，看座。两位殿下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审问了吗？哦，各位大人，你们不要有任何负担，按平常审问就可以了。是。下询，本官奉圣谕审理你收受私通倭寇的双羽卫指挥徐虎馈赠的。大人，夏询有话要说。你想要说什么？方才大人所说的话有2个严重的错误。这其一，通倭案尚未审结，徐虎等人还没有确定是否有罪，此时你就以私通倭寇之罪来审问，岂不是有失了公正？其二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收受贿赂，这送礼收礼乃是人之常情，单凭这点来定罪，未免过于牵强。不过是口误，倒是看出了辅国公巧舌如簧啊。综上所论，我有罪无罪，还要主审大人审过了才知道。人见到，太仓卫指挥纪文赫的贴身侍卫，太仓卫奉洛邑都指挥所命接管双屿岛。现在，你把当时的相关情形说一下。两位殿下，各位大人，小人在双屿岛负责搜查双羽卫指挥徐虎的住处。从头说起，来龙去脉要明明白白。那天我们纪大人接到骆大人捎来的军令，命我们说清楚点，把时间和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是12月27，一大早，我们纪大人便接到骆大人送来的紧急军令，说双羽卫勾结倭寇，袭击了关海卫，令纪大人立即出兵攻占双屿岛，断敌后路。于是我们马上出发，花了1天1夜的时间，于28日凌晨到达双屿，攻占双屿岛。岛上的兵马多少？他们可曾反抗？岛上兵马不多，不过双屿本是海盗窝子，男女老幼皆可为军。虽然兵马不多，但参战的人可不少。人间呐，所有的事情，你只是需要照实说出来。是，殿下。因为我们清晨突然登岛，岛上守军并未察觉，被我们先行攻了进去。岛上的人见过朝廷水师军威严整，心生恐惧，未做太多的反抗，我们便顺利占领了双屿岛。然后骆大人就命我等搜查徐虎的住处。小人在他住处搜到了一个东西，恰好小人认得些字，所以说谎。双屿岛水群复杂，要是没有人领着，怎么可能会私自闯入？更何况是一支庞大的舰队呢？当时正值黎明，收到官兵，大多已困倦睡去。你说徐虎去接关海卫，他既然有意反了朝廷，临行之前，岂能不做安排？任由你们反复试探，闯进岛去？如今是朝廷审理你是否受贿一案。徐虎几时袭击关海卫，太仓卫几时攻占双屿岛，自有朝廷司法官员来审理。你如今还是一个嫌犯，就算不是嫌犯，你辅国公
也无权越俎代庖。请你就是否受贿一案进行辩驳。我就是在为自己辩驳。如今证人证词都不可信，大人就想定我的罪？哼，这简直是笑话！依我看，这证人正是受人指使，栽赃于我。哼，既然证人不能指认你，那么证据呢？来人，呈上证物。这里面清清楚楚记录你每一笔走私的交易。慢着，这个证物还没有经过确认，不足以做证据。我命你改日再审。你听不明白吗？我是说，现在把夏寻重新押入大牢，改日再审。庭审结果如何呀？启禀皇上，辅国公巧舌如簧，使许多证词不攻自破。但是太仓卫呈上了一本账簿，上面记载了大量走私勾结的交易。如此看来，辅国公的罪行罄竹难书。罄竹难书，臣失言了。朕对夏寻不薄，他竟能如此不忠不义。皇上息怒，这账簿不过是一家之言，万一这账簿所言不实，或许辅国公是清白的。或许，是不是连你也不相信夏寻是无辜的？臣与辅国公是患难之交，当然希望辅国公是无罪啊。做人有情有义，没有错，但要看你对什么人。重要的是，你对的这个人，他值不值得你那份信任？还请皇上明察秋毫。启刚，臣在。命你手下的锦衣卫监视辅国公府，寻找有无其他通敌证据。臣遵旨。皇上，春秋正盛，也该为天下黎民苍生保重龙体才是啊！这样大动肝火，多伤身体呀！事关国家根基，朕不能不震怒。皇上一向信任夏寻，这次怎么……你不知道，倭寇一案非同小可。虽然朕信得过夏寻，但对双鱼岛的人，朕始终是不放心。这些人都是海盗出身，海盗能讲什么道义啊？根本不受礼法约束的蛮人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对了，朕听说，昨日你宫中招了太医，朕问了，他说你头疼，好些了没有？劳皇上记挂，臣妾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。这一名太医每日去你宫中问脉，你自己也要注意，不要过度操劳啊。臣妾知道了，皇上放心吧，只是偶尔头疼，不碍事的。怎么不碍事？那朕的皇后是千岁，这才几十岁年纪，不可有病痛缠身，听到没有？臣妾年纪不小了，已年老色衰。皇上得空时，还是去年轻的嫔妃那儿走走吧，不用总是陪着臣妾。哎呀，朕说错话了。皇上何错之有？朕一时口误，将28家人说成了几十岁年纪，真是该打。该打。
没事啦，就你嘴甜。真的没事。不许有事。知道。不许过度操劳。知道啦。那当然。皇上也是。朕可要陪着皇后长命百岁呢。大人，您受委屈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狱卒换班，我们负责看守辅国公大人。胆大包天！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？小人已经说过，我们负责看守辅国公大人。大人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我们会依照律例进行惩罚。大人就不要怪小人不客气了。禀报大人，一切都按大人的安排换成了咱们的人，请您放心。严加看管，如果辅国公有什么动作的话，马上来报。属下明白。去吧。你们让我出去，这里可是辅国公府，我可是堂堂辅国公夫人，你们凭什么拦我？我等奉旨守卫辅国公府安全，如果你再蛮不讲理，休怪我等手下无情。哼，守卫辅国公府，不过是一群走狗罢了。你们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限制我的自由，不让我出府？不准出去！如果我今天死在辅国公府，那你们就犯下了玩忽职守之罪。住手！大人，你别激动，来，先把刀放下。谢谢，他们也是奉了皇上之命来看守辅国公府的，你也别怪他们了。可是现在夏洵的处境越来越危险，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什么也不做，坐视不管啊！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要救人的话，也不能冲动啊，咱们得从长计议。来，参见太子殿下。开门。是。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不打紧。殿下能来看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夏洵兄弟，让你受苦了。我让人打探过了，现在辅国公府已被人围守起来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来。谢谢，还好吧？有纪刚照顾着，你放心吧。那我的两位挚友呢？我今天晚上就派人去打听，你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？我的这两个朋友啊，让他们照顾好自己就行。他们平时糊涂得很，有时很多账都算不明白。夏某实在是担心他们。那我就派人去提醒他们，好好算账。那就拜托大殿下了。你监视辅国公府有一阵子了，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回禀皇上，辅国公夫人安分守己，闭门不出，臣什么都没有查到。看来，这辅国公夫人是个老实人呢。是。辅国公一案即将了结，想必他们夫妻团聚之日不远矣。即将了结，外面是不是有什么风言风语啊？这个，尽管说，朕恕你无罪。
皇上，辅国公与臣是拜把子的兄弟，当初结义时曾向天发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可如今，辅国公被关在大牢里，臣实在是五内俱焚，内心煎熬。但是这天下都是皇上的，臣和辅国公都是皇上的子民。辅国公是臣的兄弟，可皇上却是臣的君父。臣实在不敢因为兄弟而欺瞒君父。你一五一十的跟朕说来。是。这大皇子和辅国公走得很近，皇上你也是知道的。臣在受理辅国公一案之初，有人跟臣说大皇子和辅国公过从甚密，若是臣秉公办案，恐怕会引来大皇子的不快。继续说。当时，臣只是把这件事听在耳里。臣心里想，大皇子是皇上寄予厚望的皇子，怎么可能像外人所说那样徇私？因此，臣对那些话不以为意，一心一意替皇上办差，受理辅国公一案。可是，就在今天早上，有人来报说，大皇子漏夜前往大牢探视辅国公。臣虽觉得不妥，但也自以为大皇子宅心仁厚，顾念旧情。可自从大皇子探望辅国公之后，便有许多人都在那儿说什么？说大皇子和辅国公关系密切，非比寻常。只要有大皇子保驾护航，辅国公一定不会有罪，很快便可安然无恙。关系密切，非比寻常。皇上息怒，保重龙体。朕平生最恨官员勾结，官官相护。想不到如今，勾结枉法的竟是朕的皇子，夏勋好大的胆子！你做得很好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当初把锦衣卫指挥使一职交付于你，就是看中了你的细心和忠心。自古以来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你若把朕看作是你头顶的天，朕必定与你一生荣华富贵。谢皇上隆恩。辅国公一案，仍旧由你去查。辅国公是朝廷重臣，绝不可让他含冤。但你记清楚，在朕眼里，任何人贪赃枉法、徇私舞弊，朕绝不放过。臣领命。夏轩，这次你插翅也难飞，等死了。怎么样了？皇子派人来通报，夏老弟在狱中情况不妙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脱罪名。谢谢的情况也不太乐观。如果夏大哥再这么关下去，只怕谢一时冲动，再做出什么傻事。还有什么情况吗？夏老弟提醒我们，要把账算清楚。账簿？他的意思是，那本突然冒出来的账簿一定有问题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好，这件事交给我，
今天晚上就行动。你自己千万小心。什么人？属下季幽南求见。进来。大人，有事儿。账簿怎么了？被人偷了。什么？废物！大人，属下失职，请大人责罚。一群废物！好，我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大人请吩咐，小人万死不辞。杀了辅国公。什么？杀了辅国公，做得干净一点，让别人以为他是畏罪自杀，懂吗？属下明白。夏雪，这是你逼我的。皇上驾到！微臣夏雪，参见皇上。开门。是。现在知道怕了。既知今日之非，何必当初之过？记得当初在金銮殿上，朕跟你推心置腹，殷殷叮嘱你们这些靖难功臣，不可居功自傲，不可骄纵枉法。你都听见了没有？朕希望能与你君臣相和，朕希望你能荣华富贵，能与国同修。可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还记得朕说过，一旦朕做了这江山，朕便不只是你们这些功臣的君主，朕是天下的君主。普天之下都是君主的子民，不能有所偏倚。功臣犯法，一样要予以严惩。今日你贪赃枉法，朕来到这里，就是要亲口问你的罪。臣没有罪。方才臣可是自称微臣，臣并未自称是罪臣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想让朕赦你的罪？皇上，臣无罪啊！那吕宋商人自言受你庇护，贩运私货，你作何解释？皇上，穆恩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那吕宋商人确实是受到我的庇护。起来，坐下，说给朕听。
皇上，臣是奉皇上的旨意，统领飞龙，去寻找建文帝的下落。可是臣遍及天下，却一直追查不到任何的踪影。直到去年，在皇上登基后不久，曾查到曾有人自福建福州搭船出海，并且出手阔绰，内有文弱书生，还有年老无须的老人，其整体相貌特征与臣要寻找的人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所以臣怀疑他们是逃到了海外。海外？没错，朕得了天下，他也只有逃到海外，才能躲过朕的追击。记得大唐时候，裘然客争霸失败，才远走海外，杀了扶余国主自立。难道如当真离开我大明境内以现在飞龙的力量，想要寻到此人，那无异于大海捞针啊！可是有当地人帮助就不同了，如此便容易很多。要让他们来为朝廷做事，臣总要许他们一些好处吧。皇上也知道双鱼岛贫瘠，本市一直以来就靠走私为生，岛上的10余万百姓全赖此过活。臣只是给县城的外国商人一个许诺，哄他们为朝廷做事罢了。那么，双鱼岛徐虎以重礼馈赠结交于你，可有此事？礼是有的，如果他送与臣的几尾鲜鱼和2只龙虾，这也算重礼的话，太仓卫搜到的账簿记载可不止如此。这臣还是头一次听说。皇上，请您细想，一群海盗大老粗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记账的习惯？如果这个账簿是真的，那就是徐虎作伪；那如果是假的，关于双羽卫勾结倭寇一事，你怎么看？我不知道。双羽卫是臣招安的，他们与臣的关系的确是密切了些。但是臣实在没有理由无时无刻去关心双羽卫在做什么。但是以臣对双羽卫的了解，皇上开恩让他们经商，让他们衣食无忧，他们是绝对不会反的。你进来，有个名目；想要出去，也需要个名目。臣明白。微臣会要求再次会审，以正清白。朕给你这次机会，2天之后，3法司与5军都督府审理此案，朕会让高炽、高旭代朕监审。若你所言不假，真相自然大白于天下。臣遵旨。照顾好傅国公，若他有3长2短，朕拿你们试问。是。莫恩在。派人去查一查吕宋船商的消息，看夏勋说的是否属实。遵旨。这账簿绝对有问题，完全是子虚乌有，一派胡言。你明日把账簿还回去，小心行事，别被发现了。还？
还了怎么证明夏大哥的清白？明日只需让夏老弟知道，这账目里漏洞百出就成了。至于怎么证明，夏老弟自有办法。证人证物俱在，我看今天的会审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？我看不一定吧。夏寻，你是否还有什么需要辩护的？是否只要证明这账簿有假，就可以证明举证不实了呢？哦，你如何证明啊？大人可否把这账簿拿来片刻，让我一观？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。月下离舟上，3000夜未央。千场梦。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降，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。你我聚了，忘了，几十年华。天各一方，难相忘。谁知女儿痴，谁知女儿泪，谁知女儿心为了谁？谁知女儿情，谁知女儿悲？红颜一梦，今世为谁醉？倾尽一生。